楚风看向白梨落，眼中的目光变得复杂，只是挥手之间，便将青羽妖族的所有高手都封印。这白梨落似乎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强。白梨落至少也是3品5仙，别再来招惹本姑娘，否则下一次我会要你们的狗命。白梨落对青羽瑞泽说道。说完此话，他便带着楚风离去了。白梨落虽然凶狠，可是对青羽瑞泽等人却并没有下黑手，想必他也是觉得自己答应了做青羽妖族的客卿长老，而后又帮助楚风，有些过意不去吧。但也可能只是单纯的不想收拾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只有白梨落自己清楚。白梨落带着楚风来到了另外一座山峰，随后与先前一样，白梨落凭借特殊的手段打开了一个通往地底深处的通道。这个通道与先前那座山峰上的很像，很深，并且到达地部后依旧是黑暗一片。但这一次楚风的可视范围竟然更小了，先前楚风的可视范围乃是10米，可是现在竟然只有5米。要知道楚风现在的戒灵之术可是突破了的，身为蛇纹级尊袍戒灵师的他竟然只能看到5米范围之内的东西，这让楚风很是隐约间意识到这个地下宫殿的力量似乎比先前的还要恐怖。但是令楚风颇为安心的是，身在此处，楚风并没有听到那些鬼哭狼嚎的声音，这说明此处并没有那些封印之物，并且进入此处之后，白梨落并没有像先前在另一个地下宫殿那般小心翼翼地换步前行，而是直接催动武力，快速地奔走起来。这更加确定了楚风的猜测，相比于先前的地下宫殿，这座地下宫殿其实是相对安全的。看来这里并不是封印之地。楚风很是随意地说道。其实他也是想从白梨落的口中确定自己的猜测。谁说这里不是封印之地的？白梨落说道。那为何没有见到一只被封印的怪物？楚风问道。那是因为那些怪物都被吃了。白梨落说道。被吃了？被什么东西吃了？楚风问道。先前那地下宫殿内的怪物都是非常恐怖的存在，而这座地下宫殿内力量更强。若这里面也曾有怪物的话，那么楚风觉得这里曾被封印的怪物应该更为恐怖才是。又是怎样的存在能够将那样的怪物给吃掉呢？我若说是姐姐我吃掉的，你信不信？忽然白梨落转过头看向楚风，在他的嘴角竟然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看到这样的白梨落，楚风顿时心中一紧，就连脸色都是有了些许变化。哈哈，看把你吓的，逗你玩的，我怎么可能会吃那么恶心的东西？白梨落笑着说道。此刻白梨落的笑容变得正常了，就如同寻常的孩子一般可爱。不，白梨落笑起来更可爱，更讨人喜欢。谁让他长得这么可爱呢？可是此刻的楚风却笑不出来，因为他真的被白梨落先前的表情吓到了。甚至根据楚风的经验，在先前那一刻，楚风已经确定白梨落这个看上去只有几岁的小丫头绝对不是人。在白梨落快速的带路下，这一次并未耗费太久时间，很快白梨落便停了下来。他再度召唤出一座阵法，这座阵法不是很大，为椭圆形，直径10余米，宽也不过5米左右。准确来说，这座阵法的外形看上去很像是一颗蛋。弟弟，祝姐姐，我开启这座阵法，你的任务便完成了。白梨落对楚风笑着说道。随后白梨落便开始布置阵法。当白梨落出手之后，楚风可以从结界之力看出白梨落的戒灵之术很强，因为他乃是一位龙纹级尊袍戒灵师。白梨落布置阵法的时候，楚风根本插不上手，他只能在旁边看着，因为白梨落布置的这座阵法不仅很难，而且很是古怪，似乎是结合着白梨落身上的某种力量布置而出的。哪怕楚风知道布置方法，但却也无法布置。简单的说，这座阵法似乎只有白梨落可以布置。而过了大概3个时辰之后，白梨落的这座阵法也终于是布置完毕。这座阵法有2座阵眼，所以白梨落这番布置完毕之后，楚风便直接站到了其中一座阵眼之中，辅助白梨落破解眼前这座如弹一般的大阵。又过了3个时辰之后，白梨落与楚风催动的这座大阵开始光芒大盛，照耀的周围如白昼一般明亮，甚至照耀的范围比白梨落之前自身散发的光芒还要明亮得多。而与此同时，那座如弹一般的阵法竟然也开始出现裂痕。成了！这一刻，白梨落则是赶忙起身，看着那蛋上出现的一道裂痕，末路喜色，成功了。然而楚风却是有些诧异，因为那道裂痕很小，并且透过那裂痕，楚风什么都感应不到。在楚风看来，那就只是一个裂痕，根本就不像是成功破开的样子。可是对于楚风的问题，白梨落却是转过身来，甜甜的一笑，以很是确定的语气说道：成功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对了，若是你愿意，就再帮我一个忙吧。白梨落说道。什么忙？楚风问道。做我的护法可好？白梨落说话间，将自己那白皙的小拳头递到了楚风的身前。楚风起初还有些不解，而在白梨落的小拳头打开之后，楚风顿时目光一动。白梨落的手掌打开之后，其掌心之中散发出一道淡淡的光华，那光华是白梨落掌心之内而出。那光华的映射下，楚风能看到白梨落的掌心内竟然有着一座阵法，那阵法竟自他掌心之中凝聚而成。而眼下那阵法竟然破开白梨落的掌心，漂浮到了楚风的面前。别看这阵法只有珍珠大小，但楚风却能感受到这阵法的厉害。这阵法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增强楚风的修为，若是楚风使用这阵法，便可在短时间之内增强自己的力量。这座阵法可以让你在一定时间内获得2品5仙的力量。而姐姐，我在闭关期间不能受人打扰，若有人来找麻烦，你就用这阵法的力量对付他们。不过不要离姐姐我太远，若是离我太远，这阵法便会失效。白梨落说道。好。楚风布置一座特殊阵法，将白梨落的这座阵法吸入了掌心之中。这样一来，只要楚风意念一动，便可催动白梨落的这座阵法。这里相对安全，几乎不会有人找到这里，所以只是以防万一而已，你应该用不到它。白梨落笑着说道。话罢，他竟然化作一缕白色的气焰，自那裂缝而入，进入了那座蛋形阵法之中。
果然，这个丫头绝对不是人。此刻，楚风心中已经确定白黎洛不是人族，因为人族做不到白黎洛这样。若说变化，修武者都可以，但是那座阵法可不是变化成一缕气焰就能进入的。白黎洛能够进入，这说明他本身就很特殊。楚风甚至猜测白黎洛可能与这里有着某种关联，否则他不可能这么了解这里。猜测归猜测，楚风倒也没有忘记正事，他费尽力气布置了一座隐藏阵法，将白黎洛进入修炼的那座如弹一般的阵法隐藏了起来。其实那座阵法坚不可摧，具有极强的防御力，但是白黎洛又说他闭关期间不能受人打扰，所以楚风猜测并非是摧毁那座阵法才能影响白黎洛，也许只是对那阵法发动攻击便会影响白黎洛。正因如此，楚风为了保险起见，才将白黎洛的那座阵法给隐藏了起来。当然，楚风也如白黎洛所想一般，并不觉得会有人来打扰白黎洛，这里毕竟是整个东域最危险的地方，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来到此处冒险。况且白黎洛以及楚风现在所处的地下宫殿又如此隐秘，一般的人也根本就找不到这里。可是楚风错了，眼下青羽瑞泽率领的青羽妖族众人仍在那座山峰之巅，他们仍被白黎洛所施展的手段所冰冻着。可是忽然之间，一道黑影浮现，那黑影化为了人形，对着那块封印之冰一指，那些封印住青羽妖族众人的冰块竟然开始融化。很快的，青羽瑞泽等人便脱困了。该死的，那丫头怎么这么厉害了？竟然连瑞泽大哥在他面前都毫无还手之力了。此刻，青羽云龙一脸的后怕，瑞泽大哥，要不算了吧，我们根本不是那丫头的对手，还是别去招惹她了。与此同时，青羽妖族的众人也是纷纷劝青羽瑞泽，希望他能够就此作罢。而听着众人的话后，青羽瑞泽也是点了点头，默认了众人的意见。先前的交手实力悬殊实在太大，若是继续去找白黎洛的麻烦，那怕是只有傻子才做得出来这种事。可是就在青羽妖族众人准备离开之际，此处忽然掀起了黑色的飓风，那飓风将他们困在了当中，根本就无法离开。而与此同时，一道阴冷的声音也是映入青羽瑞泽的耳中，若是要走，不用那个丫头动手，我便灭了你们。这个声音是那道黑影所发出，不过在场之中唯有青羽瑞泽能够听得到这个声音。您也看到了，我根本不是那丫头的对手，真不是我不想对付她，是我无能为力。青羽瑞泽开口说道，那个丫头现在正在修炼，乃是最虚弱的时候，你们现在去可以轻而易举地收拾掉她，根本不用真正的伤到她，只要攻击她所闭关的阵法就可以。那黑影说道，大人，您实力如此强大，为何不自己出手，非要我来做呢？青羽瑞泽皱眉问道，他已经见识到白黎洛的恐怖，所以哪怕这道黑影这样说，他仍是不愿意去。他害怕出现意外，我若能够出手，一开始便不会找到你。休要废话了，到那座山峰，顺着洞口直入，带你见到那个叫楚风的小鬼，也就等于找到了那个丫头的闭关之所。黑影说道。而黑影此话落下之后，那将他们困住的黑色飓风也是随之消散了。瑞泽大哥，又是那位吗？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非要利用我们？黑色飓风消散后，青羽妖族的众人一脸紧张地问道。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恐怖的存在找到了青羽瑞泽，正是那个恐怖的存在指引他们来到这里，才得以找到白黎洛。至于那个恐怖的存在是谁，他们并不知晓。别问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按照他说的去做，要么白黎洛死，要么我们死。青羽瑞泽一脸决绝地说道。而当他说完此话之后，便拔空而起，向楚风与白黎洛所在的地宫入口飞掠而去。见状，青羽妖族的众人也没有犹豫，而是纷纷跟了过去，因为他们很清楚目前的形势，他们已经是某人的棋子，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只能按照对方说的去做，否则他们谁都活不成。楚风盘坐于地宫深处，因为他用隐藏阵法将白黎洛和那座阵法隐藏了起来，所以眼下周围依旧漆黑一片。可是猛然间，楚风却站起身来，将目光望向入口的方向。是你们？楚风眉头皱了起来。与此同时，他掌心的阵法也是催动开来，阵法融入体内，楚风的身体顿时散发出淡淡的光华，光华之中满是符咒，符咒融入肉身，融入骨髓，融入灵魂。楚风获得了2品5仙的修为，但同时楚风自身的所有手段都被封锁。楚风此刻无法使用天级血脉，无法使用秘籍，无法使用仙法，他现在除了这2品5仙的修为，唯一可以使用的力量便唯有仙兵。但是楚风别无选择，他虽然可是距离有限，但他却能感觉到一大群人正在靠近，对方正是青羽妖族的族人。面对青羽瑞泽这种高手，楚风凭借自身实力肯定无法应对，所以哪怕明知道白黎洛的阵法有限制，但也必须使用。楚风，我们之间的过节我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你告诉我白黎洛那个丫头在那里就可以。黑暗之中传来青羽瑞泽的声音，楚风既然感应到了他自然也就能够感应得到楚风。然而此刻楚风却是淡淡一笑，随后身形一纵，便手持仙兵跃向了青羽瑞泽。楚风主动发起了攻势，毕竟青羽瑞泽是真正的2品5仙，并且与楚风不同的是，青羽瑞泽的诸多手段都可使用，而楚风知道青羽妖族是有血脉之力的，所以正常来说楚风根本不是青羽瑞泽的对手。楚风若想取胜，唯有先发制人，这是楚风唯一的机会。楚风速度极快，眨眼之间已然来到了青羽瑞泽的近前。楚风所使用的仙兵，那是一把长剑，这把长剑大大增强了楚风的攻击速度。眼下此剑直奔青羽瑞泽的丹田便刺了过去，一切太快了，青羽瑞泽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的一声，楚风手中的剑已然洞穿了青羽瑞泽的丹田。下一刻，在场的所有青羽妖族的族人，包括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2兄弟在内，皆是满脸痛楚地趴在了地上。他们皆是一股强大且无形的力量，压迫的难以动弹。
而这股威压正是来自楚风你的修为。此刻，青羽瑞泽也是一脸痛楚，但是相比于痛楚之色，他眼中的震惊之色更浓。他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楚风虽提升了修为，可是楚风的修为是隐藏着的，青羽瑞泽只能感应到楚风的气息，根本感受不到楚风的修为。正因如此，楚风突如其来的攻势才让他毫无防备，才会让楚风一击即中。忽然，楚风手中的仙冰长剑猛然一颤，一股强大的威压便顺着那长剑进入青羽瑞泽的丹田，涌入青羽瑞泽的灵魂。此等力量让青羽瑞泽脸上的痛苦之色越来越浓，就连身体也是剧烈的颤抖，随后双腿一软，竟扑通一声半跪在了地上。眼下他就连呼吸也是变得急促起来。可是别看青羽瑞泽已经被楚风所控制，但是他的眼中却并没有丝毫的惧怕之色。我知道了，是特殊的阵法，想不到白梨落那丫头竟然如此厉害，连这种阵法都布置得出来，怪物还真是怪物啊。不过可惜，我青羽瑞泽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话到此处，青羽瑞泽的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与此同时，他的身上竟然光芒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自其体内散发而出，是护身之宝。此刻，楚风顿时眉头一皱，他意识到在青羽瑞泽的体内有护身之宝，那护身之宝不是带在身上的，而是被人强行打入到了灵魂之中，已与青羽瑞泽相融为一体。眼下，青羽瑞泽催动那护身之宝，原本已被楚风重创的肉身，则是瞬间恢复到最佳状态，并正因如此，青羽瑞泽在催动那护身之宝之后，便立刻释放出了血脉之力。血脉之力一经释放，青羽瑞泽的修为便从2品5仙提升到了3品5仙，压制了楚风足足1品修为。眼见不妙，楚风赶忙放开手中的仙冰，身形向后一纵，便准备逃脱。然而如此近的距离之下，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楚风刚刚动身，便感觉一股强大的威压如无形的浪潮一般自青羽瑞泽体内释放而出，瞬息便将他吞噬。扑通一声，楚风便躺在了地上，一动都不能再动。枪！青羽瑞泽探手一抓，便将刺入丹田内的仙冰长剑拔了出来，随后手指一弹，只听突的一声，那长剑便射入了楚风的丹田。这混账，我要废了你！青羽云虎一脸愤怒的自地上爬了起来，手握仙冰便欲对楚风出手。等一下！可就在此刻，青羽瑞泽却是摆了摆手。见状，青羽云虎尽管脸上怒意不减，但却也是退了回去。此处青羽瑞泽是老大，青羽瑞泽不许他出手，他便不敢出手。青羽瑞泽拦住青羽云虎后，并没有说什么，而是不慌不忙的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盒子。那盒子打开，有一块椭圆形的水晶石，而那椭圆形的水晶石内有一条蜈蚣，这蜈蚣为绿色，竟有3个头。此物名为噬魂毒蜈蚣，它可以进入你的灵魂，吞噬你的灵魂。虽说这祖武修行界内有守护大阵，可让你不死，但是只要这噬魂毒蜈蚣进入你体内，当你离开祖武修行界的那一天，你也将必死无疑。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噬魂毒蜈蚣的毒液会带给你难以忍受的痛苦。说实话，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够承受住这噬魂毒蜈蚣的折磨。可你若是愿意说出白梨落的闭关之所在哪，那么你便可以免去此苦。青羽瑞泽对楚风说道：“不必废话了，我是不会说出白梨落在哪的。”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青羽瑞泽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他的嘴角却扬起了一抹上翘的弧度。随后他手指一探，那所谓的噬魂毒蜈蚣便自那水晶石内飞掠而出，如一把利剑射入了楚风的身体之中。那噬魂毒蜈蚣钻入了楚风体内，毒液立刻释放，蔓延楚风全身。毒液释放，楚风的身体开始出现暗黑色的纹路，瞬息便遍布全身。这一刻，楚风则是紧咬牙关，虽然他没有发出痛苦的哀嚎，可他脸上那狰狞的表情却让人知道，此刻的他在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忍吧，这才刚刚开始，你坚持不了多久的。青羽瑞泽看着楚风冷笑道。而果不其然，他话音落下没有多久，楚风身上便出现各种颜色的纹路，那可不是简单的纹路，乃是毒素。那毒素不仅钻入楚风的肉身，还进入楚风的灵魂，那种痛苦成倍叠加，楚风也是无法忍受，开始发出痛苦的哀嚎。看到这样的楚风，青羽妖族的众人脸上终于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尤其是青羽凤鸣，他一直想对付楚风，但之前因为白梨落他们失败了，现在楚风终于落到了他们手上，还在他们面前痛得死去活来的，他有一种大仇的报的感觉。白梨落，你是怎么了？你这个所谓的弟弟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不出面吗？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忽然，青羽瑞泽大声地呼喊起来。原来他是想用楚风痛苦的惨叫声把白梨落引出来，而他知道白梨落在闭关，这种时候白梨落若是中断的话，将会受到反噬，没用的。然而此时楚风却是咬紧牙关，强忍住那痛苦的折磨，对青羽瑞泽发出了一声虚弱的冷笑。楚风所布置的隐藏阵法不仅将白梨落隐藏了起来，同时那阵法还有隔绝的效果，楚风等人的对话以及发出的声音，白梨落根本就听不到。楚风，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不说白梨落在哪里，我就找不到了吧？只要我想找，我便有机会将它找到。但是楚风，我现在更想对付的其实是你，我要让你离开这祖武修行界，便立刻死去，哪怕在这里，你也只能做一个疯子，而这便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场。青羽瑞泽此话说完，他竟又取出10条噬魂毒蜈蚣，足足10条噬魂毒蜈蚣同时掠入楚风的体内。这一下，楚风彻底难以忍受，那撕心裂肺的哀嚎如雷鸣一般，在这地下宫殿内响彻着。瑞泽大哥，你居然一口气放了这么多噬魂毒蜈蚣，也太舍得了吧！毕竟这噬魂毒蜈蚣也是价值不菲之物啊。此刻，有青羽妖族的人上前说道：“这楚风毕竟是楚轩辕之子，他的毅力异于常人，
一条是魂毒蜈蚣，怕是还真奈何不了他。但是既然出手了，就必须让他死得彻底，否则若是他的那个爹爹知道他是遭到了我的毒手，那恐怕真的会有些麻烦。青羽瑞泽说道：“瑞泽大哥，楚风的爹真的那么厉害？”此刻，不少族人问道：“我也没有见过，但是传闻的确很厉害，怕是至今为止，整个祖武、星域都还没出现过那么光芒璀璨的人物。虽然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竟然被区区楚氏天族囚禁起来，但是那种级别的天才，若是真的惹怒了他，鬼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青羽瑞泽说道。听得青羽瑞泽这样一说，青羽妖族的众人脸上也或多或少的露出了胆怯之色。毕竟青羽瑞泽是他们之中最有威望的人，所以对于青羽瑞泽的判断，他们还是非常相信的。那瑞泽大哥，你能保证这楚风从今日起便疯癫，离开祖武修行界便立刻死去吗？胆怯之余，有人开口问道。既然都决定下毒手了，那自然就要下得彻底一点。一条是魂毒蜈蚣，我的确没把握，但是足足11条，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青羽瑞泽一脸自信地说道。天王老子能不能救得了楚风我不知道，但是天王老子却救不了你们。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人们顺声观望，顿时一道耀眼的光芒散发开来。那光芒散开之后，这方宫殿都被照耀的灯火通明，而青羽妖族的众人能够清晰地看到一道身影站在不远处。看到那个人之后，青羽瑞泽以及青羽妖族的众人顿时满面惊恐，甚至不少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因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白梨落，并且此刻的白梨落已是不同往日的可爱模样。此刻在他的那张小脸之上满是愤怒，尤其是那双眼眸之中更是散发着浓烈的杀意。此刻的白梨落简直如同魔鬼一般，可怕至极。白梨落，你不是？看到忽然出现的白梨落，青羽瑞泽一脸的惊恐，因为据他所知，白梨落是在闭关，若是在此期间打扰到他会重创。可是看此刻的白梨落，哪里像是被重创的样子？白梨落并未理会青羽瑞泽，在青羽妖族众人满面惊恐、被吓得瑟瑟发抖之际，白梨落却布置一座阵法，将楚风笼罩起来。那阵法很快便融入楚风体内，开始与进入楚风体内的是魂毒蜈蚣进行对抗。这一刻，楚风脸上的痛苦之色倒是减缓了不少。我本不想开杀戒，是你们逼我的。终于，白梨落将目光投向了青羽瑞泽等人。下一刻，只见白梨落意念一动，只听如同鞭炮一般的声音炸响开来。下一刻，就连仍在饱受那噬魂毒蜈蚣折磨的楚风也是目瞪口呆，因为青羽妖族在场的所有族人全部都魂飞魄散，死了。在祖武修行界这个无法杀死人的地方，白梨落竟然意念之间便将青羽瑞泽等青羽妖族的人全部杀死了。在杀掉青羽妖族众卫族人后，白梨落的脸上则是没有一丝波澜的来到楚风身前，看到楚风，他则是翻了个白眼，说道：“你是傻吗？为何不直接姐姐叫我，非要自己硬抗？你可知道这些毒物真的钻入你的体内，与你灵魂相融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不是你叫我保护你的，怎么还怪起我了？”楚风说道：“我叫你保护我，也是让你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遇到你对付不了的，你还逞能？”白梨落的语气有些责怪，可是楚风还想反驳，可是话还没说出来，白梨落便抢着说道：“行了，闭嘴吧。”说话的同时，白梨落又狠狠地白了楚风一眼，随后便催动那座阵法。在白梨落的催动之下，那些进入楚风体内的毒蜈蚣被硬生生地逼了出来。可能是因为与楚风相融失败，这些是魂毒蜈蚣从楚风的体内出来后，很快便死了。这是界灵师炼制的毒物吧？楚风问道。白梨落点了点头。可是忽然间，白梨落脸色一变，随后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了出来。这一刻，白梨落的身体变得非常的虚弱，甚至他的身上开始散发出诡异的光华。一般来说，修武者体内散光那是强大的特征，可是此刻白梨落身上所散发的光华却是虚弱的特征。丫头，你受到了反噬。楚风好歹也是一位蛇纹级尊袍界灵师，一眼就看出白梨落是受到了反噬，并且楚风也是意识到白梨落一定是因为修炼被强行中断才会遭到反噬。只是楚风布置了那座阵法，青羽瑞泽他们先前根本就吵不到白梨落才是，所以应该是白梨落自己发现了情况不对，自己强行中断了修炼，还说你才是真的傻。想到此处，楚风对白梨落说道：“我若不出手，你就死了。”白梨落说道：“行了，闭嘴吧你。”楚风说话间便布置阵法，帮助白梨落缓解反噬之苦。你这小子！听得楚风说话，白梨落则是有些动怒。可是当他看到楚风那一脸认真的帮他疗伤后，他那想要骂出去的话竟然没有骂出，不仅没有骂出，反而笑了。这抹笑容很美，竟然有着十足的韵味，根本不像是一个小女孩所有。随后，白梨落开始全心疗伤。经过二人的合力治疗下，白梨落的面容恢复了不少，那诡异的光华也消散了。好了，不用更担心了，我已经没事了。白梨落站起身后，对楚风笑着说道。楚风没有说话，但是他的目光却是有些复杂。楚风知道白梨落只是表面上看上去没事了，他的反噬很严重，怕是短时间之内不能痊愈，并且会经常发作，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白梨落大袖一挥，将青羽妖族众人的乾坤袋以及身上的宝物全部卷到了一起。这些东西都有青羽妖族的印记，无法抹去，所以便不能分给你了，否则会给你招惹麻烦。你可不要怪姐姐独吞哦。白梨落看着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将所有宝物收入了自己的乾坤袋之中。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了吗？可就在此刻，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了。楚风不得不问，他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白梨落的来历，因为白梨落一次次的出手，每一次都让楚风大跌眼镜。尤其是刚刚，当白梨落破坏了祖武修行界的守护阵法，
直接将青羽妖族众人抹杀后，楚风已经断定白黎洛的来历一定是非同小可，他所掌握的力量怕是超乎想象。我说弟弟，姐姐不是说过了，这件事情姐姐我以后会告诉你，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别急，时间到了，姐姐一定告诉你姐姐的来头。白黎洛对楚风说道。那你知道青羽妖族的人是如何找到你的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那是因为他觉得青羽妖族的人能够找到他们很蹊跷，而刚刚明明已经被白黎洛所封印，却还能脱困并再找到这里，这就更蹊跷了。只是关于此事，白黎洛却并未审问过青羽妖族的人，而是直接动了杀手。楚风猜测白黎洛可能已经有了一些猜测，管他呢，就算找到我又如何，还不是送死。白黎洛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但是楚风却注意到白黎洛在说话前，他的目光有些迟疑，这种迟疑说明白黎洛并非毫不在意青羽妖族的人为何能够找到他，反之他可能知道是何原因，但是他却故意隐瞒了。但是楚风也没有多问，白黎洛的秘密太多了，他不想说，楚风也没有办法。至少有一点，楚风可以确定白黎洛现在对他是没有威胁的。随后白黎洛便你带着楚风离开了这座地下宫殿，并且用阵法将自己开启的入口封锁开来。好了，楚风弟弟，姐姐我还有事，就先行到此了，过段时间姐姐去找你。说完这番话后，白黎洛便直接离去了，他的速度很快，眨眼便消失了。楚风甚至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白黎洛的修为到底在何境界。然而白黎洛已经离开有一段时日，但楚风却还未有离开此处的打算。楚风还在思考，想着看能不能猜测出白黎洛的来历，只是奈何以他对祖武修行界的理解，却根本想不通白黎洛到底是来自何处，更不知道白黎洛为何会具备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一番思索无果之后，楚风决定在此处查探一番，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与白黎洛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是楚风凭借天眼观察了许多久，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哪怕楚风明明知道此处是一个封印之地，隐藏着诸多秘密，可是楚风就是看不穿。看来这祖武修行界要比我预想的还要不简单。楚风落在一座山峰之巅，凝望着周围那茫茫山脉，内心有着一种无力之感。渺小，若不是自己渺小，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却一无所获。楚风，白黎洛这个怪物是在利用你。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这个声音正是来自那道诡异的黑影。谁？是谁在与我说话？楚风四下观望，却根本看不到任何踪影。可是那黑影其实就在他的不远处，只是楚风却看不到他。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白黎洛终有一日会杀了你与你的所有朋友，甚至他会毁了整个祖武星域。那黑影说道。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说的？楚风眉头微微皱起，随后问道。青羽妖族的人是你带来的？楚风很警觉，他已经意识到那个他看不到的家伙拥有在他之上的实力。他虽然只与自己说了几句话，但却已经暴露了他想对付白黎洛的目的。的确是我带来的，本以为他们可以除掉白黎洛，但没想到白黎洛已经越来越强大了。楚风，现在有机会除掉他的只有你。黑影说道。我为什么要除掉他？相比于你，我更愿意相信他。楚风说道。若是相信了他，你会后悔的。难道你还没见识到他的可怕？他可以违反此处规律，无数守护阵法，直接将人杀死。在整个祖武修行界内，只有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力量有多恐怖，你还感受不到吗？黑影的声音变得有些焦急。黑影的一番话倒是说到了楚风的心里。白黎洛的力量的确有些恐怖，至少他能无视这祖武修行界内的守护阵法，这一点就很危险。我觉得你也挺深藏不露的，为何你不直接对付他？楚风问道。我若是他的对手，便不会让你帮忙，但是你若愿意帮忙，我会辅助你除掉他。黑影说道。口说无凭，不管你怎么说他，但是我与他的接触中并未见到他的坏，反而只见到了他的好，甚至他救过我的命，所以你不必再多说了，我是不会受你指示的。楚风说完此话便拔空而起。楚风尽管也想知道白黎洛的来历，但不可能因为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几句话就去对付白黎洛。可是楚风刚刚拔空而起，一道暗黑色的旋风便出现在起身前，并且将楚风缠绕在了当中。这一刻，楚风就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连身体都无法操控，只能跟随那飓风快速的旋转。这个家伙是要杀人灭口，还是要做什么？虽然楚风无法确定对方的实力，可却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强大。在楚风看来，只要对方想，楚风现在随时都会死去，那是来自死亡的威胁。对方似乎掌握着与白黎洛一样的力量，那种可以无视祖武修行界内守护阵法，可以随意杀死任何人的力量。此刻楚风已经确定，这个神秘莫测的家伙与白黎洛定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联，并且白黎洛应该也是知道他的存在才是。楚风，我真的并无恶意，我不想你被白黎洛利用，从而害死更多的人。而为了让你明白真相，我只能使用非常手段了。然而就在楚风觉得自己可能性命不保之际，那黑影的声音则是再度传来。他并没有要对付楚风的意思，相反他的话语之中竟然还有着几分歉意。而在此期间，这黑影化作的黑色旋风则是快速的在半空之中飞掠而过，他所前往的方向正是白黎洛所离去的方向。黑色旋风飞掠于天际，其速极快，莫说其有意隐藏，就算其未隐藏，旁人也难以看见。他之实力丝毫不弱于白黎洛，凌驾于东域所有人之上。楚风身在这黑色旋风之中，只觉得天昏地暗，头晕目眩，就连感知力都变得极弱。此般之下，过了许久，楚风才得以解脱。楚风双脚落在了地面，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土地，眼前乃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热，此处很热。倘若冰封禁地是修武者都难以忍受的冷，那么此处便是修武者都难以忍受的热。身在此处，楚风忍不住感慨，这祖武修行界还真是处处皆是奇地，难怪这里叫祖武修行界。
这里的确会让修武者得到历练的机会，但眼下却不是楚风感慨这些的时候。毕竟他是被人强行绑来的，并且绑架他的到底是人是鬼，楚风都还不知道。带我来到此处做什么？楚风开口问道。你不是说我口说无凭，那我就让你亲眼看一下白黎落的真面目。那黑影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动，他听着黑影的语气，乃是自信满满，就仿佛他掌握了能够表明白黎落危险的证据。等我一下。黑影再度开口，说完此话便没了下文。尽管楚风一直都看不到黑影，但楚风的直觉却告诉楚风，黑影留下此话后便离开了。随我来。过了没多久，那黑影的身影便再度响起，而这一次楚风能够看到一道黑影出现在了自己的前方，这便是他。楚风眉头一皱，看着眼前这个宛如影子一般的存在，楚风觉得自己不像是在看着一个人，仿佛是在看着一个魔鬼。尽管这个黑影给了楚风一种极为不可信的感觉，但楚风还是随着他前行，因为他也想知道这个黑影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样。况且现在自己也没得选择，毕竟自己是被对方强行给绑过来的。而走了没有多久，那黑影的身前忽然出现了水花一般的涟漪，楚风知道那是结界，穿过那涟漪，黑影便不见了。紧接着楚风也穿过了那道结界。眼下楚风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座山村，这山村很大，房屋并不华丽，但却很是精致。说其是山，不如说其是城，但是此处却很是荒凉，只有这19个人在这村中的各处分散着。不准确来说，他们并不是人，虽然他们长得与人族一模一样，但楚风却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气息，他们的气息并不是人族。这村中之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妖，有着一种楚风说不出的感觉。若非要形容他们身上的气息，更像是天地奇物。这19个人族外表的存在，到底是不是天地奇物，楚风其实也不能确定。但是楚风来看，他们似乎丧失了理智，虽然穿得很是整洁，可却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在这村中游荡。这里是何地方？他们是何来路？楚风对那黑影问道。他们可以说是这祖武修行界的孩子。黑影说道。孩子？楚风目光一动，祖武修行界乃是由无数阵法组建而成，有些阵法需要借助外物力量，外物可是天材地宝，也可是天地奇物。有些天地奇物具有灵性，便化为人，因为与此处阵法息息相关。他们也在这祖武修行界内获得了特殊的待遇，他们在这祖武修行界内几乎可以不死不灭，能够一直生存在这里。这些天地奇物虽然进化为人，但力量却不强，天性也是懦弱胆小，因此他们躲在了此处，不与外人接触。这里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片净土，而白黎落也是其中一员。不准确来说，他就是一个怪物，因为这些天地奇物会变成这样，都是拜白黎落所赐。那黑影说道。为何说他是怪物？是因为他与这些天地奇物不同，因为他掌握着强大的力量。楚风问道。若只是如此，他便称不上危险，也称不得是怪物了。你随我来吧。那黑影继续引路，而楚风也是跟了过去。这一次走了没多久，便在这村中找到了一座坟，这是村中唯一的一座坟。看到这座坟，楚风目光闪烁不定，因为这墓碑上面的刻写的名字正是白黎落3个字。可是楚风透过坟墓又能看到那墓中的棺材以及棺材内的身影，那里面躺着一个女子，她看上去只有20几岁，容貌清秀，宛如仙子。尽管已经死去多年，可是她的脸上却无一丝苍白，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她是谁？楚风问道。她才是真正的白黎落。黑影说道。她是白黎落？那我认识的白黎落又是谁？楚风问道。你认识的白黎落正在这地底深处修炼呢。黑影指着下方说道。你说他现在也在这里？听得此话，楚风赶忙动用天眼向下观望。没用的，凭你的实力怎能洞穿祖武修行界内最强的阵法？你什么都看不到。黑影说道。而果不其然，正如黑影所说，楚风哪怕动用了天眼，可是向下观望只能看到茫茫无尽的土壤，其余的他什么都看不到，也什么都发现不了。到底怎么回事？能否告知于我？楚风问道。别急，毕竟我带你来此就是要告知你真相以及他的真面目的。黑影说道。随后黑影便大概为楚风讲述起了关于这个村子以及白黎落的事。这个村的村民全部都是天地奇物所化，因为从小便在这祖武修行界内成长，他们也能感受到其他苏醒的天地奇物，并且每当感受到有天地奇物苏醒，他们便会将找到那些天地奇物，将他们带到此处，因为他们是所有苏醒的天地奇物为伙伴，是所有伙伴为同族。他们觉得唯有天地奇物才是他们的家人。有一日，他们又找到了一个苏醒的伙伴，只是这个伙伴有些特殊，他明明已经苏醒，具备了自己独立的意识，可是他却仍然是天地奇物的状态，无法化为人形，更无法自由行走。简而言之，这个天地奇物还未彻底觉醒。为了保证他的安危，此村村民便将他带回了村子，并且特意派人来悉心照料。照料他的人便是那已经躺在坟墓中的女子白黎落。而为了让他早日觉醒，村民们更是会轮流为他灌输力量，可谓是煞费苦心。虽然那天地奇物无法进行移动，但他却可以说话，也有自己的智慧。在与白黎落朝夕相处之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白黎落称其为妹妹，他便称白黎落为姐姐，同时她也是村中的所有村民为亲人。经过多年之后，那天地奇物终于即将彻底觉醒，村民皆是激动不已，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这个天地奇物与他们不同。虽然他们都是天地奇物，可是觉醒后却没有多么强的修炼天赋，但这个天地奇物却不同，它拥有着很强的力量。村民们都觉得，当这个天地奇物觉醒之后，将成为他们的守护神，甚至让他们在众多修行者的手中夺回属于他们的祖武修行界，从此自由地遨游祖武修行界的各处。正因如此，在那天地奇物真正觉醒的日子，村民们可谓极其的重视，甚至隆重地庆祝起来。
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日盼夜盼的日子竟然会是他们的末日。那一日，那天地奇物的确彻底觉醒，但是它却是吞噬了全村村民的灵魂才获得的觉醒机会。大部分村民的灵魂只被吞噬了一半，所以他们进入了疯癫状态。但最惨的却是那个悉心照料他的姑娘白黎洛，她的灵魂被彻底吞噬。正因为灵魂被彻底吞噬，她才会死去。而听得黑影的一番讲述后，楚风的内心也是产生了极大的波动。你所说属实？楚风问道。他有些不敢相信白黎洛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扼杀了照顾他多年之人，同时也害了整个村子的村民。此事乃是千真万确，你若不信，等下我带你下去，你可与白黎洛当面对质，你自己去问一问他，我说的是不是事实？那黑影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紧，这黑影说话是如此自信，看来他是有着十足的把握。你先告诉我你是谁，否则我不会帮你。楚风问道。我是他的弟弟。那黑影说道。你是弟弟？听得此话，楚风顿时一愣。楚风猜测这黑影知道这么多事，一定也与这村子有关，多半也是天地奇物所化。但楚风却没有想到，这黑影居然会说他是白黎洛的弟弟。我与白黎洛乃是一体，虽然在他觉醒之前，我始终无法说话，可是我当时便存在。我经历众位亲人的照顾，可是在我姐姐亲手扼杀他们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阻止。但正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才知道他的野心。他会吞噬掉这祖武修行界内的所有天地奇物，甚至吞噬掉此处的所有修炼者，从而毁灭整个祖武修行界。但这绝不是他的终点，在离开祖武修行界之后，他会为了力量不择手段。那黑影说道。我能感受到你的实力也是非同小可，你为何不直接出手，而需要我帮忙？楚风问道。不妨与你直说，白黎洛的实力变强，我的实力也会变强，因为我与他本是同体。可也正因为是同体，所以我无法杀了他，同时他也无法杀了我，所以我才需要你的帮助。黑影说道。可我若杀了他，你不是也要死？楚风问道。的确会死，但我也想为这满村的亲人报仇，就算死，此仇我也要报。黑影说道。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白黎洛为何要用他的名字？楚风指着那坟墓说道。哼，说到这一点，我就更是难以忍受。他美名其曰，说要背负姐姐的名字，去完成姐姐想去做的事，可实际上他却背负姐姐的名声，去做惊恶事。你也知道，现在整个东域都知道白黎洛是个怪物，他背负姐姐的名字，却将姐姐的名字给彻底弄臭了。他这简直就是对姐姐的亵渎，姐姐已经被他杀害，他居然还不放过姐姐。黑影说这话的时候很是激动，楚风都能感受到他的愤怒。虽然他当年不能言语，可是看他的态度，倒是能感受到他也的确是将那坟中的女子当做姐姐的。好，带我下去，我帮你收拾掉这个怪物。楚风说道。楚风，你真的愿意帮我杀掉白黎洛？黑影问道。自然，楚风说道。若真愿意，便将手伸出来，且不要抵抗。黑影说道。听得此话，其实楚风有些犹豫，因为他不知道黑影要对他做什么。但楚风的犹豫并未表现出来，且很快便对着黑影伸出了自己的手。你要忍一忍，可能会有一点痛。黑影说道。好。楚风电雷弹头，忽然间，那黑影身形一晃，竟然化作钻入了楚风的掌心之中。此刻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强大且诡异的力量开始在自己的掌心之中凝聚，而当那力量凝聚之际，楚风则是感觉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楚风只能凭借结界之力才能够缓解那种疼痛，可哪怕得到了缓解，可还是阵阵钻心的疼。那种疼痛自掌心而来，蔓延全身，甚至痛得楚风感觉头晕目眩，险些昏迷过去。好在半个时辰之后，那黑影终于自楚风的掌心之中飞掠而出，再次化作一道人影，站在了楚风的身前。而楚风看向自己的掌心，发现掌心之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这符号似是一把长矛，而楚风能够感觉到这股力量具备着极强的杀伤力，并且是非常针对性的那种。难怪白黎洛会选中你，竟能抗得下我这本力魂矛，你果然不简单。黑影对楚风说道。而听得此话，楚风也是明白，此刻掌心之上的力量不是一般人就能够承受得住的，并且得到此力量应该是有生命危险。凭借此矛，你可杀掉白黎洛，但只能催动一次，所以你只有一次机会。等下见到白黎洛，我会先出手，而因为我与他同体的关系，我束缚他之后，他便无法动弹，将会任由你攻击，而无法还手。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出手，只要刺穿他的心脏，他便必死无疑。黑影说道。明白。楚风点了点头。楚风此话说完，那黑影便化作一道黑色旋风，将楚风缠绕了起来。只听砰的一声，土壤翻飞之际，那黑影已是带着楚风潜入地底深处，而下潜了没有多久，楚风与那黑影便进入了一座地宫。这座地宫内的布置倒是与冰封境界内的倒是相差不多，风格极像，但是这里面并不黑暗，也没有那些被封印的怪物。你继续前行，便可看到白黎洛。不用怕，有我在，他伤不到你。黑影的声音再度响起，只是此刻他的身影已然不见，他再度将自己隐藏了起来。楚风没有犹豫，而是按照黑影所说向前行去。走了没有多久，楚风便看到了诸多的阵法，那阵法的阵眼之中皆是有着天地奇物，这些天地奇物都已经有了生命特征，宛如胎中的婴儿，虽没有意识，但却已是生命。而白黎洛就盘坐在诸多阵法当中，他双目紧闭，双手捏诀，身上光华萦绕，一股特殊的吸力缠绕其身。在那吸力的牵引下，那些天地奇物之中，一种肉眼可见的量正在不断涌入白黎洛的体内。白黎洛他正在炼化那些天地奇物，天地奇物本就是修炼资源，楚风也曾多次炼化天地奇物，其实这在修武者的世界很正常。可是当听闻了黑影的讲述，当得知白黎洛本身也是天地奇物后，看到白黎洛居然在炼化那些天地奇物，这便是同类相残，楚风也不免相信了。
那黑影所说的话。楚风，你怎么来了？楚风靠近后，白黎洛便猛然睁开了双眼，看到楚风，他很是意外，是他带你来的。但很快，白黎洛便反应过来，他已经想到楚风是如何来到此处的。果然，他是认识那个黑影的。没错，是你的弟弟带我来的。楚风并未否认。听得此话，白黎洛目光一动，对于这个所谓的弟弟，白黎洛并没有反驳的打算。由此可以看出，那黑影自称是白黎洛的弟弟，这一点是没有说谎的。所以，你弟弟没有骗我。那坟墓中死去的女子，以及村中疯癫的村民，都是拜你所赐。楚风问道。是。白黎洛点了点头。为何这样做？真的只是为了力量？楚风问道。的确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可那并非我所愿。我当时是失控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那并非我所愿。白黎洛的情绪有些激动，眼眸之中有着深深的愧疚以及一丝委屈。失控了。白黎洛话音刚落，那黑影的声音便响了起来。与此同时，那黑影也是浮现，站在了楚风的身旁。好一句失控了。那好，你说你当初失控了，可是为何此刻还在残杀同族生命？那黑影指着白黎洛说道。爹，你应该清楚，天地奇物有好有坏，我所炼化的天地奇物，若是觉醒，定要滥杀无辜的。而我以他们的力量来修炼，只是吸收他们的力量，阻止他们觉醒，并不会扼杀他们性命，有何错？白黎洛说道。说的倒是大义凛然，可你如何分辨他们是善是恶？黑影问道。我能否分辨？你很清楚。白黎洛说道。就算你能分辨，可黎洛姐姐和众位亲人，难道也是？黑影愤怒地质问道。白黎洛不知如何回答，同时在他的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今日我要替黎洛姐姐和众位亲人们报仇。猛然间，黑影动了，他宛如一道黑色的利剑，直奔白黎洛便射了过去。面对飞掠而来的黑影，白黎洛并没有任何躲闪，而那黑影也是直接与白黎洛融为了一体。此刻，白黎洛的身上不断释放出黑色的气焰，而他的脸色也是越加的难看。随后扑通一声，竟然跪在了地上。白黎洛非常的虚弱，不仅仅是他，那黑影也是非常的虚弱。可是紧接着，那黑影居然自白黎洛的体内飞掠而出，再度落到了楚风的身旁。落下之后，黑影做出了与白黎洛同样的动作，就仿佛他们二人已经同步。看着此刻的黑影，白黎洛目露惊讶之色，紧接着追问道：你竟然能够在与我相融之后再度分离？只是对于白黎洛的问题，黑影却并未回答，而是对楚风大喊道：楚风，动手！而此刻，楚风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只见掌心握紧，黑烟弥漫，一道长达5米的黑色长矛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紧接着，楚风便一步一步走到了白黎洛的面前。丫头，你作孽多端，休要怪我无情。我楚风此为乃是替天行道。话罢，楚风便将手中的长矛刺入了白黎洛的心脏。黑色长矛刺入白黎洛的心脏之后，白黎洛顿时满面痛苦之色，在地上痛苦的翻滚起来。尽管那黑色的长矛已然消散，可是白黎洛的痛苦之色却是越来越浓。但是此刻楚风却注意到，白黎洛已经痛苦到这种地步，俨然就是危在旦夕。但是那黑影却并没有痛苦的反应。你怎么没事？你不是说你与他共享一命，他死你便死？楚风对黑影问道。楚风，他既然能够与我分离，便不再与共享一命。如今他能够牵制我，我也能够牵制他。但是我若死了，他却不会死。虽然他仍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他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生命。白黎洛满面痛苦地说道。正解。黑影说此话的时候，嘴角不由勾起了一抹邪恶的弧度。所以你在欺骗我？楚风顿时剑眉倒竖，眼中涌现出了愤怒之色。你现在才意识到我骗你，似乎已经晚了。不妨告诉你，其实当初吞噬掉姐姐以及众位村民灵魂的人，根本就不是他，而是我。黑影说道。是你？黑影此话说出，不仅楚风面露惊讶之色，就连白黎洛也是一脸的惊讶。这么多年了，白黎洛一直以为是当年自己失控，才吞噬了村民的灵魂，万万没有想到，竟是自己的弟弟搞的鬼。那种吞噬灵魂的力量，只有你我二人掌握着。既然不是你做的，那自然就是我。要怪，只怪你太愚蠢，竟然天真的觉得你是失控了，而从来就没有想过是我出手吞噬了他们的灵魂。黑影嘴角的笑容竟然满满的都是嘲讽之意。爹，他们可都是我们的亲人，你怎么忍心为了让力量觉醒而吞噬他们的灵魂？白黎洛一脸的愤怒。爹，哈哈，你还真以为我是你弟？你难道都不知道你为何没有彻底觉醒？黑影以嘲笑的语气问道。为何？白黎洛双眸瞪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你我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体，你我本就是2个天地奇物，而我与生俱来便具备着吞噬其他天地奇物以及其他生命体的力量。当时我还未彻底觉醒，但已经苏醒过来，不仅能够自由移动，且还掌握了一部分力量。那时的我便开始尝试吞噬掉其他天地奇物。当我感受到你的存在，便想吞噬掉你的力量，可不曾想你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我不仅未能将你吞噬，反而受你的力量反噬。不仅我那吞噬的力量被你得到，就连我也被你压制。从此你我共存一体。无奈之下，我只得以精神力量与你沟通，骗你，让你觉得你我本是姐弟，所以才会相融在同一个天地奇物之下。日后寻的时机，我再彻底将你吞噬。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我竟然相融到了这种地步。你无法亲手杀我，我也无法亲手杀你，所以我想要灭了你，便只能借助外人的力量。黑影说道。你竟然……白黎洛此刻一脸的怒意，显然这个真相让他难以接受，因为他从始至终都觉得黑影是他的亲生弟弟，把他视作最亲之人，所以哪怕有时候明知道黑影在为非作歹，可他也会视而不见，甚至有时候黑影做出伤害他的事，他也因心有愧疚，选择一忍再忍。而今日他才知道，
这黑影不仅害了整个村子的村民，竟然也不是他弟弟，反而是想要吞噬他力量的敌人。这个真相不仅让白黎洛一时间难以适应，更是让他多年来忍下的怒火，在这一刻瞬间爆发开来。早就猜到当年之事与你有关，却想不到你竟然卑鄙到了这种地步。楚风说道：“看来听你的语气，你早就怀疑我了。”黑影问道：“不然你以为我会如此痛快的帮你？我如此痛快的帮你，只是想快点揭露你的真面目罢了。”楚风问道：“哈哈，真是笑话！揭露我的真面目？现在你们知道我的真面目了，可那又能如何？现在白黎洛被你刺中，他已经无法与我抗衡，要不了多久他就将死去，而待他死后，老子的一口唾沫都能将你淹死。”黑影的话语之中不仅散发着浓浓的杀意，同时也是散发着满满的傲意，就仿佛他已是真正的赢家。那可未必。可是就在黑影准备对楚风下毒手的时候，原本在地上疼得颤抖的白黎洛竟然猛然站了起来。这一刻，白黎洛的身上忽然散发出耀眼的白芒，那白芒散发之后，白黎洛的脸上便再度露出了痛苦之色。但与此同时，在那黑影的脸上竟然也露出了与白黎洛相同的痛苦之色。这一刻，黑影与白黎洛再度进入了同步的状态，二人的力量都被封锁了。之所以会这样，乃是因为白黎洛封锁了自己的力量。